这黑色漫步上的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跨过这道黑色的结界，你才算真正进入了藏地的逻辑内核。这8个符号不是魔法，而是跨越千年的心理暗示。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个硬核的话题，就是藏地寺庙门口黑幔上的那个符号。很多人呢觉得藏地很神秘啊，其中一个点就是藏地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符号。刚刚进入藏地的朋友看到这些符号都是一脸懵逼的，压根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2024年刚刚入藏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每个寺庙的大经堂的正门前总是挂着厚厚的黑幔布，而这些黑幔布呢通常是牦牛的毛制成的。而就在这些黑幔布上面呢，有着各种各样的一些白色的符号，这些白色的符号每个寺庙还都不太一样。但是当我藏传佛教的寺庙看多了以后，就发现这些符号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几个。那么这些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又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蕴含什么黑魔法呢？本期的视频呢，我就通过解读寺庙门口的这些符号来破解藏文化的底层密码。我们先看一下格尔底斯寺庙门口最中间的这个符号这个呢就是藏传佛教寺庙最具代表性的核心符号，叫双鹿听法图，也叫做祥林法轮，或者叫鹿野苑法轮。这个符号的来源呢，据说是佛陀成道后的第一次讲法。相传呢，这个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在印度的鹿野苑第一次讲法，向5位弟子宣讲了4圣谛，开启了佛法的传播。这一事件呢，在佛教的历史上又被称之为初转法轮。据说当时林中的野鹿也被法音所吸引，安静的聆听，因此双鹿成为了听法、净法的象征。双鹿呢，对着中间的法轮这一符号，寓意着佛法兴盛，众生闻法得度，道场庄严吉祥，是藏传佛教寺院最醒目的身份标志。几乎所有的寺庙的主殿都会悬挂或树立这一图案。我后来观察了一下，非但藏传佛教的寺庙普遍有这一个符号，汉传佛教的寺庙也都有这一符号。这一符号可谓是天下佛教的通用符号。对于汉传佛教的屋顶也是一样，中间一个法轮，2只鹿在旁边，这个就是佛教的象征。但是这个标志呢，没有藏传佛教那么明显。藏传佛教每个寺庙顶上都有，很明显。除了中间这个符号之外呢，另外几个符号是啥意思呢？另外这几个符号就是藏地流传最广的8吉祥图符号。8吉祥图又称之为8瑞相，是佛教符号当中最著名的一组，其传统的排列如下：1白伞，2金鱼，3宝瓶，4妙莲，5白螺，6吉祥节，7胜利床，8金轮。在佛教的传统当中象征着好运的8瑞相就代表着释迦牟尼得道的时候，伟大吠陀教众神敬献他的供物，也是梵天、帝释天等诸天向佛陀敬献的8种神圣供养，代表着对佛陀的最高的敬意。同时呢，也象征着佛法的完整圆满。8个符号合在一起，就是从凡夫到成佛的全部修行境界。合体的8瑞相，藏语叫做达杰彭苏。8瑞相的核心是佛法的功德与吉祥圆满，每一件都对应着佛陀的事业、功德或教法。法轮，佛陀初转法轮，象征着佛法传播。白螺，佛陀语业，象征着法音远播。宝伞，佛陀慈悲，象征着庇护众生。胜利床，佛陀觉悟，象征战胜烦恼。宝瓶，佛陀福智，象征圆满具足。莲花，佛陀清净，象征佛性本净。金鱼，佛陀解说，象征自在超越。吉祥节，佛陀智慧，象征着诸法互联。8瑞相呢，后来被神化为8大天女，她们每人手持一个吉祥符号作为器物，而这个8瑞相说白了就是8个吉祥神器，每个呢都有专属的 buff， 我下面就一一详细讲解。首先说这个法轮呢，这个是藏民的信仰开关。这个法轮呢，一看呢就是一个车轮，没错，这个就是战车车轮的形象，后来被佛教所征用，变成了传播教法的象征，就像车轮一样，运动、持续和变化，永远旋转向前，能够碾碎所有的烦恼和无知。佛教的本意是，法轮象征着佛陀初转法轮，代表着佛法永转，普度众生。轮有8符，对应着佛教核心的8正道，摧破无明，破除执念。对应着佛之足，代表着佛陀行走世间度化一切。
简单来说啊，它就是藏民的信仰开关。看到了它呢，就等于摸到了佛法的根，心里啊瞬间就踏实了。主打一个有它在，信仰不缺位。第二，再来说这个白海螺啊，这个是藏民的心愿喇叭。这个白海螺呢，特指的是右旋的白海螺，这是古代战神的器物。巨大的螺号宣告着人们在战斗当中表现出骁勇和胜利。作为战斗号角，海螺相当于现今的军号，是力量、权威、统治的象征。白螺的号声可以驱除邪恶的精灵，使人避开自然灾祸，并且恫吓一切妖魔鬼怪。在藏地属于吉祥界的顶流，地位极高。佛经里曾说啊，释迦牟尼在说法的时候，声音像海螺一样洪亮，能够传遍四方，相当于古代的扩音器。佛教的本意是白海螺象征着佛陀的法音传遍3000世界，唤醒众生，破迷开悟。对应佛之语此，代表清净法音，利他度世。右旋的海螺在佛教当中是最为尊敬的供物，象征着正法不灭。白螺的寓意是法音远扬，好运常驻，也象征着藏民希望自己的心愿能被天地听见，能被佛祖看见。说白了，这就是藏民的心愿喇叭。第三，再来说这个宝伞啊，这个是藏民的保护伞。这个宝伞的形象来自于古印度皇族的遮阳伞。这个宝伞呢，撑在头的上方，象征着荣耀与尊贵。后来呢，被佛教升级成为吉祥符号。在藏传佛教密宗当中啊，有一尊神叫做大白伞盖佛母，他手中持的就是这个宝伞。传说当中啊，当年阿修罗集结大军打天庭，第10天的天兵不敌，节节败退，天庭告急。第10天走投无路，向释迦牟尼佛求救。佛祖慈悲，默然入定。佛陀的头顶放射出百宝无畏的白光，白光当中化现一位身如白雪、手持巨大的白伞、相貌庄严的佛母。佛母持大白伞盖，放大光明，宣说大白伞盖陀罗尼神咒。大白伞盖遍覆天界，一切刀兵、剑雨、魔法、邪术全部被伞盖挡回去了。阿修罗军见白伞盖，心生大怖畏，神志混乱，自相残杀。阿修罗王的神通幻术诅咒一遇伞盖，全部反弹失效摧毁。顷刻之间，阿修罗大军崩溃，四散逃遁，天界之危力竭。所以啊，这个白伞呢，具有无穷大的威力。佛教的本意呢，这个宝伞象征着佛陀的慈悲护持，遮蔽众生的贪嗔痴三毒烦恼、魔障与灾厄，代表佛法的至上权威，庇佑身心安稳，不为外境所扰。对应佛字头是佛陀智慧与庇护的象征。它的核心 buff 是挡住所有的烦恼与灾祸，就像我们平时打伞避雨一样，替藏民挡住所有的不顺心，既护佑家人的平安，也象征着佛陀教诲的权威，给足藏民的安全感。一句话，它就是藏民的保护伞，有它在，万事皆安。继续说这个胜利床啊，这个是藏民的胜利旗帜。胜利床的外形啊，来自于古代的军旗，你一看就很霸气，自带那种赢麻辣的气场。在藏族的传说当中呢，11种形状各异的胜利床代表着11种治愈的具体方法。在寺庙的屋顶上，经常可以看到插有不同形状的胜利床，屋顶的4角常插有4面胜利床，象征着佛陀战胜4魔的胜利。胜利床最传统的形式是圆柱形的宝床，插在一根长长的轴木上面，床顶是小白伞形状，而伞顶中央有一个如意宝饰。圆顶的伞用装饰华丽的金黄色伞骨做支撑，伞骨的末端呢有一个摩羯头，上面挂有呈波浪状的黄色或白色丝绸。圆柱形的胜利床上披有层层叠叠飘垂的色彩缤纷的丝绸帐围，并悬挂着众多的珠宝，其底部是有波浪形状飘扬的彩色丝绸围帘。圆柱形的胜利床的上半部是由虎皮帐围，象征着佛陀战胜一切嗔与运。作为手持的标志啊，胜利床是众多神灵的器物，特别是财富与权力的相关的神灵，比如说北方多闻天王，他的右手啊持的就是这个胜利床。佛教的本意是，胜利床象征着佛法战胜一切邪见、烦恼、魔君，代表解脱与觉悟，欲修行者降服自身的烦恼，获得究竟胜利。对应佛之身，代表着佛法常驻不灭，战无不胜。胜利床的寓意超实在啊，就是佛法能够战胜一切愚昧和负面的情绪，也代表着藏民在生活当中啊能够打败困难，摆脱烦恼，相当于藏民的幸运战旗。说白了，它就是藏民的胜利旗，逢难必过，遇事皆顺，主打一个所向披靡。我们下面再说第5个莲花，这个呢是藏民的本心境。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出淤泥而不染，着青莲而不妖。这个是我们对于莲花最美好的赞美。
但是藏地的莲花可不是普通的好看的花，而是有着很多的象征意义的。很多的佛像都手持莲花，比如说像是白度母啊、绿度母啊、大势至菩萨呀、文殊菩萨等等，几乎所有的佛像都是安坐在莲花座上。佛教的本意啊，这个莲花是佛教最核心的符号，象征着心性清净，出淤泥而不染，代表着众生在尘世修行不被欲望污染，终证菩提。对应着佛之舌，象征着清净净悟、慈悲法、菩萨德性。莲花长在淤泥里面，却能开出干干净净的花，像极了藏民的追求。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保持本心，不被烦恼所污染，最终修成正果。它就是藏民的本心境，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丢初心，不被世俗裹挟。第六，再来说说这个宝瓶啊，这个是藏民的福运瓶。宝瓶呢，主要是某些财神的象征，其中有宝藏佛、多闻天王、真鹿天母。宝瓶呢，常常作为一种器物出现在他们的脚下。真鹿天母的化身之一呢，就是站在水瓶摆放的一对宝瓶之上。宝瓶持续不断地喷出珠宝，作为神瓶，它有自动视线的特质，因为无论从瓶中取出多少珠宝，瓶内永远是珠宝满盈。藏传佛教寺庙里的宝瓶啊，可不是空的啊，里面装着净水啊、宝石啊，这个就相当于汉地的我们说的聚宝盆，象征着福至圆满，一点都不遗漏。佛教的本意啊，宝瓶象征着佛法甘露，福至圆满，寿命无量。瓶中的珍宝代表佛陀功德，福报无尽，是福报与智慧的容器，象征着修行圆满，具足一切功德。对藏民来说，宝瓶就是福气罐，装着财富、长寿、智慧，能够满足所有美好的心愿，寓意生活富足、平安顺遂。说白了，它就是藏民的福运瓶，装着一辈子的好光景，主打一个福气拉满。第七啊，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金鱼啊，这个是藏民的自由符。通常情况下呢，这个金鱼呢都是一对儿，雌雄成对，相当于藏地的吉祥 CP， 象征着复苏啊、永生啊。在中国啊，双鱼代表着夫妻结合和忠贞不渝，因此在传统上啊，常常赠送一对金鱼作为结婚的礼物。佛教的本意啊，这个金鱼象征着超越轮回、自由解脱、活泼无碍。鱼在水中自在的游弋，代表着脱离烦恼束缚，正得自在。对应佛之眼，象征着洞察实相，慧眼观世。鱼在水里能够自由游弋，不受束缚，像极了藏民的心愿，摆脱轮回的烦恼，获得生死自在，也寓意着生活活泼健康，无拘无束。它就是藏民的自由符。愿日子无拘无束，岁岁安康，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最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吉祥节啊，这是藏民的圆满节。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一根线，四方贯通，无始无终，象征着生生不息，延绵永续。这个吉祥节呢，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啊，就是被称之为中国节。它是长寿、永恒、爱和和谐的象征。我们过年经常会悬挂它，车里的车饰也会有吉祥节。2024年我摩旅西藏看到吉祥节标志的时候，我和小王经常会戏称它为中国联通啊。它的佛教本意是吉祥节，象征着佛法无尽，智慧圆满，因缘回还，无始无终，代表着佛陀的慈悲与智慧连绵不绝，世事无碍。对应佛之意，象征着佛陀深广无边的妙法智慧，它的寓意超脱人，因缘圆满，佛法无边，也代表着藏民对于圆满的极致追求，亲情、友情、信仰都能够循环往复，永不中断。它就是藏民的圆满节，缠住所有的美好，永不消散，主打一个万事圆满。到此为止，我们就把藏文化的密码8吉祥图全部都介绍完了。这些图案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影响之深，以至于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些图案就是中国本土的原生符号，但其实不然。这些符号最早都源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呢，经过1000年的文化碰撞，最后才融入到中华文明的血脉当中。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松赞干布统一吐蕃，迎娶了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佛教正式传入了藏地，8吉祥图也跟随着移民到了藏地，相当于跟着佛教一起扎根藏地。佛教在进入藏地之后呢，与藏地本地的本教上演了一段漫长的佛本斗争，一会儿本灭佛，一会儿又是佛灭本，这其中也伴随着吐蕃王朝的迭起兴衰。这段历史说起来是非常让人唏嘘的，以后我在做西藏历史专题的时候，我会再详细细说，此处按下不表。起初佛教刚刚传入藏地，得到吐蕃王室的支持，试图广泛的传播，而本教呢作为本土的老信仰，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双方互不相让，彼此排斥。本教信徒抵触八吉祥图这类佛教的符号，认为其破坏了本土信仰的传统，而佛教呢，则试图用八吉祥图为载体，传递佛法的教义，取代本教图腾的地位。这场碰撞没有激烈的硝烟，但持续了数百年。直到后来，双方都意识到硬拼不可取，佛教呢率先做出妥协与融合，不再强行推行纯粹的印度佛教版本的八吉祥图，而是主动吸纳了本教文化的内核和图腾元素，让八吉祥图入乡随俗。比如说，本教崇尚自然，敬畏雪山、江河、日月，八吉祥图呢就强化了金鱼，就是对应那个江河灵秀，也强化了那个莲花，就对应那个自然纯净，贴合藏民对于自然的崇拜。本教的核心图腾雍中符号也被巧妙地融入了吉祥节的缠绕的纹样当中，既保留了本教文化的记忆，又赋予了其佛教圆满无尽的含义。本教重视祈福避灾、护佑家宅的核心诉求，八吉祥图也就放大了保产保平的保护寓意，让其更加贴合藏民生存的期盼。当本教逐渐接纳了这种融合之后的八吉祥图，不再将其视为外来的符号，八吉祥图承载的吉祥愿景就与本教的核心诉求不谋而合。就这样，在佛本斗争的融合与博弈当中，八吉祥图褪去了印度佛教的原生外衣，彻底融入了藏文化的基因，既保留了佛教的本源含义，又拥有了藏地本土的文化特色，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藏地八吉祥图。这个八吉祥图呢，同样也在汉传佛教当中能够看到，只不过和藏传佛教的八吉祥图略有差异而已。这里是顺昌市的合掌岩石窟边上的西峰寺，我在寺庙当中无意发现这个八吉祥图的图案，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八吉祥图并非是藏地专属，而是属于佛教里面的通用图案。这里的图案跟西藏的那些图案都是一样的。说到这儿，我想你对于藏传佛教寺庙门口的那些符号和图案已经了解了吧？那我就来考考你啊，这个寺庙的门口这些图案你都认识吗？我相信啊，法轮的符号你肯定是认识的，海螺的符号你也是知道的。那么这个符号呢，又是什么符号呢？有朋友会说啊，这个符号是佛教的万字符。我只能说你猜对了一半啊，这个符号呢，实际上是本教的雍中符号。因为这个寺庙啊，它就是本教的寺庙。这两个符号呢，也是本教的符号，可能是雍中本教的雍中平，不过我不太确定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评论区说一下。基本上呢，知道了这个八吉祥图，寺庙大门黑幔上的图案，你基本上都可以看懂了。这八吉祥图呢，不仅仅是在寺庙，在藏民的生活当中，几乎到处可见。比如说像房子上啊、衣服上啊、宗教器物上啊，只要你注意观察，就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八吉祥图本质上就是一种图腾文化，而且是融合型的图腾。说白了，就是藏民把自己的心愿都刻在这些符号上面。图腾的核心呢，就是两个字：寄托。人们把无法实现的愿望、无法解释的现象寄托在一个符号上面，把它们当作精神依靠。对藏民来说，八吉祥图不是死的图案，而是活的祝福。出门看到它，心里踏实；在家看到它，觉得有守护；做仪式时用到它，觉得心愿能够实现。除了藏民自身的信仰寄托，八吉祥图还是藏地最具有新意的礼物，承载着最真挚的祝福。不管是藏民之间的往来，还是送给外来的游客，带有八吉祥图的物件都是首选。比如说像绣有八吉祥图的藏毯，刻有八吉祥的挂件，印有八吉祥的唐卡，每一件呢都承载着满满的心意。送八吉祥礼物，送的不仅仅是一件饰品或者是摆件，更是藏民最淳朴的祝愿，愿对方平安顺遂，福至圆满。愿这份跨越文化的信仰与善意能够护佑彼此往后岁月安康。这也让八吉祥图超越了信仰符号，成为了藏地传递温情的重要载体。最后我想说啊，读懂八吉祥图，你就读懂了藏地的魂，也就读懂了藏民的一生：简单、纯粹、坚韧、感恩。下次再去藏地啊，你就是最懂行的那个人。我是笑峰，一个实证的藏学研究者。关注我，和我一起看清楚真实的藏地。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